你有了那個能力，其實你要背負一定的責任，然後你也要遵循某些守則，不然的話，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會亂使用這個能力去做很多不該做的事。感覺一定會亂用的人是什麼樣的人？走進水晶店就會開始教老闆說你這些水晶擺的位置不對。歡迎收看《愛情的魚肉》，我是肉。好，有沒有很眼熟？這就是我們的水晶大王喬治。因為之前喬治影片播出之後，就得到熱烈的回響，大家有很多關於水晶的問題，沒有人對於紫薇有問題，有沒有難過？不會，因為有一些人來那個預約紫薇，是不是在你的服務項目裡面，水晶還是最熱門的？沒有，紫薇是最熱門哦，真的。我覺得是大家对那個水晶比較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概念，叫做系統性的概念。像其實我之前就有上網搜尋 YouTube 上有什麼在講水晶的影片，但我發現沒什麼教學影片，教學沒有，逛店很多。我覺得水晶最基礎，比如說水晶有哪幾個顏色或分類這種，其實我也發現網絡上沒有在講這個東西。對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你要不要來開一個課，或者是我們敲碗幫喬治做一個線上課。我覺得就是我有在教水晶課嘛，然後在那之後，其實我有認真的想過說，還是這些東西全部都就自己把它拍成 YouTube 影片，可以啊，然後就是不用收錢。但因為後來我又一邊在教課的時候，我就發現一些事情，我就發現不行，因為有某些東西就是你怎麼運作能量的技術，它其實你還是要先會一些觀點，就是你可以使用這個技術之前，有點像超人的電影，你有了那個能力，其實你要背負一定的責任，然後你也要遵循某些守則，不然的話，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會亂使用這個能力去做很多不該做的事。像是水晶可以做什麼不該做的事？比如說，它可以改變这個空間的能量，以後就可以去改變一個空間的能量。但這個東西你只能用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另外一個人來要求你幫助他，就是要在对方同意的狀況。對，但後來我認真想想，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如果就是每個人就是看影片就學會，就其實會有很多人就會忍不住去改變喜歡的人的空間，讓他愛上你之類。如果說這個對方屋主沒有同意，會有效嗎？就是也要看說這個人排列或者是使用這個能量的技術到哪裡。哦，如果他很強。對，可是這是非常不應該去做的事啊！就像人家不是很多某些宗教的領袖有一些奇妙的能力，可能可以治病或什麼，但他們可能會濫用這個能力幫信徒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啊，或者是說控制信徒，然後就最後變成一個邪教之類的。但我覺得人如果太輕易的學會某些東西，他們就是也會很隨意的使用。所以如果來真的找你上課的，你會前面先幫他一個療癒的道德課程會講一些這些東西，可是如果他們後面不聽，也是亂用，你也沒有辦法。我覺得在互動中，你可以感覺得到，如果這個人真的你覺得他絕對會亂弄的話，我會覺得那退你錢，不要教你。你有遇過這樣子的？我沒有遇過，但我是把持着這個，感覺一定會亂用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是流氓啊！其實你就可以感覺得到，遠遠看就可以感覺到說那個人不對勁。好有趣，覺得像是走進水晶店就會開始教老闆說你這些水晶擺的位置不對。我覺得這些東西公布會有一個風險，所以我後來想一想，我還是覺得不要這樣子做。我們要不要先來回答問題？水晶問題。水晶的影片呢，大家問了一些很有趣的問題，我們今天來為大家解答。有一位應小姐，她說：“請問水晶是越大顆越好，越有能量嗎？”越大顆越好不一定。但越大顆越有能量嗎？某個程度是正相關的。如果你是同一個種類的水晶自己相比，比如說青金石跟青金石比，白水晶跟白水晶比，就你不要把两個不同種類的混在一起。如果是同種類的話，它的確越大顆，它的能量是越大的。就像你不能拿豬肉跟雞肉來比，說它1克的蛋白質有多少這樣子。對，你拿同一個種類的比的話是這樣，就雞肉越大，它當然蛋白質越多。但他說是不是越大顆越好，就是不一定，就是適合你的就好。對啊，這個好的定義是什麼？對，他要先釐清自己對好的定義是什麼，就是讚。以這個問題的邏輯，就是說，那能量越大就是越好。
其實不一定齁。對啊，如果你現在的狀況，可能你能量比較弱，你只能從一個跟你差不多能量等級的開始接觸。你買了一個超大顆能量超強的放在那邊，可能會身體不舒服吧。或者是說這個冰箱的電壓是多少，你就是給它多少的電源就好。你給它太多電，冰箱不就燒壞了？对，就像我們110去插220就爆了。對啊，不是就壞了嗎？所以不是越大越好。但如果你用很弱的，然後冰箱就不冰。你用很弱的電，然後冰箱就不夠冰，這也不好嘛。所以就是好，就是適合你自己就好。所以這個判斷跟挑選的方式，就像我們上次講的，就是你實際去感受它。那如果今天它是要用在一個空間裡面，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給這個空間準備一顆可以讓這空間感覺棒棒的水晶，那我要怎麼樣去？其實一般的水晶或礦石，它能擴散的能量場其實真的不大哦。比如說像這一個，比如說小顆的，它可能能量場就在這裡而已。那如果你要否空間用，可是你擺一個這麼小顆的，它就在這裡而已。對，它差不多就在這裡而已。那它也調不到整個空間。那我們現在好，這邊那麼多小顆的，它們的能量是會 double 變成這樣子嗎？還是只是？對，就是一樣，很多。然後不同的頻率混合，然後就在這個範圍裡面。所以你可能走到房間另外那邊就感覺不到。對啊，當然你使用水晶排列的技術的話，因為你就是在提取那些能量，然後你讓那個能量，对，固定在某些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一般人还沒有要排列，也沒有學排列，沒有那個技術的話，對，他只是想買1-2顆來放，你可以建議，如果說一個好3坪到5坪的空間，大概是多大顆的？哇，那還是要很大顆哎。3坪到5坪已經要很大顆，是不是？對啊，就是那個叫什麼那個。你可能就是要很大的才能夠影響到這個空間，或者是那如果我們小資一點，我們是不是可能4個角落，一個角落放1顆嗎？應該是可以啦，因為你4個角落都放1顆，你一樣要知道怎麼讓這個能量串聯起來，它才會有效果，不是嗎？但是讓能量串聯起來，就是經過你的意念就可以達到。所以如果它4個角落都放1顆，但是它有很強烈的這個意念，說他們是要圍繞成一個結界好了，打個比方這樣的話，應該還是會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這個會有一個上課的時候也會講到的重點，就是那這個水晶會耗損得很嚴重，所以才會有市面上很多說水晶需要淨化啊，要消磁，要什麼，因為他們就是做了一些能量上的工作。這個耗損不是說它會裂掉？會哦。會嗎？對啊，會壞掉哦。它的耗損是物理上的耗損。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看今天這一顆的狀況是好還是不好？因為你自己是擁有這一顆水晶的人嘛，所以你自己可以觀察得出來，它怎麼已經顏色變了或亮度整個變了的時候，你就知道你要去幫它做淨化，不然真的會壞掉。我早期在學水晶排列的時候，我就曾經有讓水晶跟礦石壞掉過，因為你學了排列，然後你用能量讓它在運作太久或什麼的，然後水晶就發生不可逆的毀損。哇，就像你吹風機一直開着燒掉這樣子。對，就燒掉了。所以這個如何讓它開啟這個運作跟關掉這個運作，也是要去也是要學習的。如果你自己在家你沒有技術，但你意念很強，你讓某些水晶有在強烈的運作，然後你又淨化的不夠徹底或什麼的話，它的確是有可能會耗損。就如果你不把它拿來當這個功能用，你就是覺得它就是漂亮就好，就沒差，就不用上課也沒差。應該是，我覺得一般人大家不了解的話，應該就只知道說哦，人家說放這一顆會招財，對，放這一顆會招桃花，放這顆會淨化，所以就只是這樣子單純的買回家來放，也不知道說要用意念去激活它或者什麼的。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的話，就可能沒什麼關係吧。可是那它也會發揮它的功用嗎？不會啊，不會嗎？它如果沒有跟你的意念產生共振，就沒有什麼功能在發揮啊。那如果今天只是單純的買了一顆，比如說招財的回家放，那我必須要怎麼樣？如果說它是一顆水晶或礦石的話，然後它真的有在發揮招財的作用，那它就是需要淨化。一會買回家就要先淨化？不是，是它有在發揮這個功能的話，它就是有在運作這個能量。那它久了一定會需要淨化，不然它就會
或者是說它需要補充能量，不然的話它就是會耗損。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那如果說你買回家之後，它一直都長得一樣，根本就沒有任何那個的話，那你也很清楚知道它沒有在招財。這就是一個觀察的指標嘛，它有在招財，你就需要淨化它。那如果放了1年，它長得跟原本一模一樣，也没有變暗，也沒有壞掉，然後你從來都沒淨化過它，顯然它也沒有在招財。不是說實際去感受到說我財運到底有沒有變好。如果你財運有變好的話，顯然也跟它沒有關係。因為如果它有在運作，它不可能沒有耗損。那如果它看起來有在運作，看起来有長得不一樣，可我財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它可能已經盡力。可能沒有它的話，你的財運更可怕。那我們平常什麼樣的狀況是需要淨化？什麼樣的狀況是需要補充能量？這個我的那個IG 貼文我也會一直強調這件事，就是它變暗了，或者它是有顏色的，它的顏色就是變濁了，它不鮮豔了，你只要不亮了，你就是要淨化。那如果你家裡的水晶，你覺得我說的不是感覺上，是物理上，肉眼你看，肉眼可見的，它就是变暗，真的跟你当初買的时候就不一樣，變髒了。對，即使只有差一點點，那也是需要淨化。所以大家最好每隔一段時間幫自己的水晶拍個照，就是對，要看一下這樣子。那淨化，因為淨化有超多方法，一定也会有超多人問說怎麼淨化？對啊，有聽過曬太陽，對，鼠尾草，對，然後燒海鹽，用水流。燒海鹽的話是怎樣？就是把它放在上面，放在旁邊，還是燒海鹽的话，不可能丟進去嗎？有些人會丟進去耶，但我勸大家不要啦，水晶會壞掉了。大部分的礦石都會壞掉，因為你燒海鹽的話，你可以淨化到這整個空間嘛。對，理論上是，如果你把水晶擺在附近，那它淨化這整個空間，它就一起淨化到那些水晶了。但有那麼多方法，要我推薦的話，我就會說，那你都試試看。因為既然需要淨化的標準是水晶變髒了，變不亮了，那淨化乾淨的標準就是水晶變亮了，對，礦石顏色變鮮豔，對。那你試試看這些所有的淨化法力，哪一個你做完之後，5號水晶真的有變亮，然後礦石有變鮮豔？那如果沒有，那就是沒有效。因為很多人他可能燒海鹽很有效，但他做別的是沒效的。是看你的水晶，不是看你幫他淨化的那個人的關係。怎麼說？這也是有點像是在上課才會講到的內容，它是跟你的意念做反應的。在你的信念裡，你可能就是認為海鹽比較有用，對，你可能會認同海鹽是有效的，那能量就是可以運作。那你其實信念裡認為鼠尾草的煙是沒效的，你可能燻完就發現真的也完全沒變化。但也有可能有些人他做完全部的列表上所有的淨化之後，沒有一個可以讓他的水晶變亮，那就是其實每一個他都不相信，对，他都不相信這些方式真的有效。那怎麼辦？然後第二個原因是他其實對於淨化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夠理解，他沒有感受過能量在淨化前後的差異，他對這個概念根本就整個就都不了解，所以他就是在聽大家的話，就是去做一件一樣畫葫蘆，可是他自己是無感的。對，如果他有其中任何一邊的話，都有可能會是他的水晶怎麼淨化都不會乾淨。我之前有認識一個老師，然後他是會招那個算是檀香嗎？對，然後放在上面淨化。然後我後來自己回家也是，就是我就這一串，我就把它放在檀香上面燻，然後就這一串就是很需要淨化。你光這樣看就覺得，對不對？你不覺得它全部都是物理上的超不亮嗎？超不亮，对，這真的不是那個哦，就是感覺。因為很多人都會把這個東西講成是一個說，我感覺它的能量髒髒，不是，沒有，是真的就是物理上肉眼可見的不夠亮。它真的是有比買來的時候濁了很多。然後重點是我要講的是，就是我就放在那個檀香上面燻完之後呢，連它原本是那個銀色的交界處變黃了。用煙燻就是很危險啊。然後不相信的原因呢，我覺得有時候你是不理解為什麼這麼做可以淨化。那你平常如果說在家用蠟燭淨化的話，你會淨多久？像你上次說空間，你可能1個小時嘛？其實都很快耶，10分鐘嘛。對啊，因為我平常在家燒海鹽，那一瓮它頂多3分鐘就燒完。對啊，就燒完。那如果那個方式對你來講是有效的，你就3分鐘而已，你就會發現水晶就是有變亮了。那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效。就像還有什麼放在碎石上面消磁、白水晶，
或茶晶的很多小碎石，然後他們就是說，你把手串或水晶放在這個上面，它就會淨化消磁。但我也是跟大家講說，請你放上去，然後你觀察一下它有變亮嗎？如果你放了3天都沒變亮，它顯然也沒在做這件事情。可是也是跟你的意念有没有關嘛？对，就是你如果相信这件事情它是有效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相信它是有效的，可是它就是没效。我都買了嘛，我都买了，我都花錢買了這些碎石或一個晶洞來消磁它了，那我一定是相信的吧？然後你放了3天之後，發現，水晶沒有或手串也沒任何變化，好，其實你潛意識根本就不相信。這也是一個很好驗證自己信念的方式。它只要沒有變亮，就是沒有淨化乾淨。好好笑。下一題 ，Lucy 她說：“我沒有手感，但戴了水晶以後更煩躁。本來是希望可以為我帶來平靜，帶走負能量，結果更煩躁。可是我覺察到這一點，我能做什麼？把水晶送人嗎？”我們先講一下說，為什麼她原本希望更平靜，結果反而戴了之後會更煩躁。好了。如果你帶了這個東西，然後沒有任何反應，就是它跟你的能量沒有什麼相呼應的地方，其實你也可以不用帶它。你帶了這個東西，不管你突然變得很開心，還是很低落，還是很煩躁，很顯然它就是有在做一些事情，就是你們的能量之間是有被震出一些什麼東西來的。那如果像這個時候，他應該怎麼辦呢？因為他原本是想要平靜，可是他卻很煩躁，他應該是要去面對這個煩躁。照理說是這樣啦，或者是他可以找一個真的是可以去解讀他的能量狀態或那個水晶的狀態的人，幫他看看或給他一些建議。因為如果假設那個煩躁的狀態是一個過程好了，正在平衡他的過程，但也不是每個人他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有這個過程，因為他可能會妨礙到他跟情人相處，他跟家人相處，對，他可能就不適合。但到底實際狀況是怎麼樣？我覺得這就很像你有某個狀態，其實你就是要花錢去請專業的人士給你建議，你就是可能去找一個療癒師或很懂水晶的人，他能針對你跟這條水晶給你非常明確的建議，就是說可能你再戴更久一點，你就會反而會 OK 了。如果他今天這個煩躁是一個調頻的過程，這個過程大概一般來說會是多久呢？我覺得是不一定的。有可能3年的，因為這個狀況可能會每個人都不一樣。我會覺得不要每個看影片的人都認為這件事情是會有一個公定的數字。就每個人的狀態都是不一樣的。它有可能很短，也有可能很久。那些被共振出來的煩躁感，你能跟那個煩躁感共處，或看到那個煩躁感背後的原因或議題嗎？如果不行的話，那我也會覺得或許你不用硬帶。对，不用硬帶。如果有的人他覺察的能力夠強，這個煩躁情緒他可能馬上就會看到，對，反而是一個媒介，讓他更快的可以看到他需要處理的一些情緒。對，然後他也會持續的處理這個能量。但如果你是看不到這件事情的人，就只是單純的很煩躁這樣子。對，那我也覺得就是可以不用這個方式進行下去。那可能這個就是不適合現階段戴的水晶。對，我蠻好奇的是，像我們之前講說，你在買之前，你在挑的時候，可能就是先借有一些手感或者情緒去選擇說，這個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的，就是至少它對你來講是有反應，你對這個水晶是有反應的。那它可能有某個程度是適合你的，因為你們之間是有一些。對，所以我還蠻好奇这位觀眾，就是如果他一開始是追求平靜，那他在買的時候，如果他去感受了這個水晶，結果給他的感覺是煩躁的，他為什麼還要買回家？對，這個可能就是要問他。對，也有可能他沒有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或許是說很多人或者賣家會跟你說，這個就是戴了會平靜，或這個就是戴了會招桃花。對，很多其實大家在網絡上面買，是你也沒有辦法實際去感受它。對，我有這個需求，所以我就針對這個東西買了。對，還是會建議大家買水晶的時候，還是要親自面對面接觸，感受一下。當然，我們前面也有說你感受很不好，其實他也是在療癒你，或者是說他跟你是有在互動的。但你也不代表你就要買它。对，因為如果那個東西是你沒有辦法承受的，或者是你不喜歡的，就算了吧。比如說我們受傷了，用那個雙氧水，它在消毒殺菌的時候就很痛，然後起一大堆白泡泡。可
可是消毒完之後，它就會讓你好的比較快。對。可是如果你的體感是你沒有辦法承受這個痛的話，那你可能就用溫和一點的藥水比較好。或者是我覺得有時候激起你太疼痛的、太不舒服的反應，可能那個就是因為那個液體太大。那我會覺得你最好是諮詢一下療癒師或者什麼懂這方面的人，而不是自己硬幹。都要搜尋什麼水晶療癒師、水晶能量，或者是能量解讀啊，或者是什麼水晶專家之類的。水晶專家，你看到一個這樣的照片。對，因為我覺得一般人也都會認為我只是問你這樣子而已，所以他們不會認為他們要付費。所以我也會覺得大部分的很懂水晶的療癒師也沒有要接這個服務，因為大家通常也都会認為在私訊裡問我，我就會回答他們。我大部分會回答了，但我就會也是會回答說，因為這個我不是針對你本人或什麼的話，我不能給你一個很大概的答案。就你沒有實際看到他的狀態，你也只能給他一個大概的，沒有辦法。這很像是就是去跟醫師訊息說，我今天喉嚨痛，該怎麼辦？醫生就會說你來掛號。對呀，你不來掛號怎麼知道你要怎麼辦？喉嚨痛可能有500種病都有這個反應，對，你還是要來檢查才會確定知道是什麼事。希望有一些療癒師可以開這樣子的掛號服務，應該會有吧。另外一位朋友說感受到水晶的能量，他一開始想要追求就是很強大的能量，買了大顆的，後來越買越多，花了很多錢，覺得不對勁。